影，荒唐，叫人认背影。可是目击证人很肯定，他认得出凶手的背影。那怎么样？认出背影又怎么样？对，虽然背影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，可是可以作为一个佐证。如果目击证人一眼就认出周俊杰的话，那么这个凶手就是周俊杰。如果他认不出来，或者是认错别人的话，最起码知道杀人凶手另有其人。Coming， Madam，勇哥，麦太太，麻烦你认一认，到底哪个是你那天看到的背影，好不好？好。是3号。麦太太，你看清楚了，肯定没认错吗？是啊，不会错的。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那个人的背很怪的，我一认就认出来了。那还有他的外套藏到这里，不错，就是3号。你肯定看清楚了。是啊，不会错的。麦太太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，我们市民应该跟警方合作的。哎，警官，我将来有没有好市民奖啊？麦太太，我们安排好会通知你的。哦，这边请。啊，谢谢你。Madam，怎么样？老实说，背影不能证明什么。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凶手很可能不是周俊杰。Coming， Madam，指纹报告出了，凶器上面果然有周俊杰的指纹。张所，你所说的背影只能证明周俊杰可能不是凶手，可是现在凶器上面的确有他的指纹，就是表示他是凶手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雷督察，听说上个星期分尸案的女主谋李文芳在西贡村被杀，你们已经抓到疑凶，请问是不是真的？不错，由于我们在凶器上面找到死者丈夫周俊杰的指纹，所以我们决定正式起诉他。请问你们警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周俊杰的？周俊杰为什么要杀李文芳呢？经过深入调查之后，我们发觉，哎，张子，关于这件案子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Madam就在那边，你不问他，你来问我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件案子有点问题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有周俊杰的独家资料，有没有兴趣听？什么独家资料？告诉你也行，不过有条件的。哎，免了吧，我最恨人家跟我谈条件了。走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种别回来求我。高小姐，上车。应该是案发的前一天，真是太巧了。我看到周俊杰从银楼出来，我就上前跟他打招呼，还问他是不是来订首饰。可是他没有回答，我就走了。当时我心想，他老婆已经死了，当然是订首饰给情妇。可是现在想想看，那天他老婆应该还没死啊。那他订首饰到底是给情妇呢，还是给老婆呢？想知道很容易，去那家银楼问问就知道了啊。高小姐，是哪家银楼啊？想我告诉你可以啊，大家交换资料，我给你线索，你要把独家消息给我。独家消息？看情形吗？小姐，你喜欢什么首饰？警察，请问你在9月16号那天有没有一位叫周俊杰的先生来过呢？请你们等一下。这是周先生那天订的钻石戒指。周先生订戒指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要送给谁呢？没有，他只叫我们在戒指里面刻上个方字。李文芳就是送给他老婆。那如果周俊杰要杀他太太的话，根本不需要送他钻石戒指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推断应该没错，凶手不是周俊杰。哦，原来你早就知道周俊杰不是凶手，那你认为真凶是谁啊？高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看我们的合作应该到此为止了。非常感谢你和警方合作和提供很宝贵的资料，现在可以请便了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明明说好交换资料的，我的独家消息呢？高小姐，从开始都是你一个人在说话，没有人答应过你什么的。对不起，我们要回警局上班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切，拽什么拽？我自己去查。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里，我记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术要做，晚上10点钟开始，一直做到凌晨1点多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问问当值的护士。哦，这倒不需要，周医生，我是照规矩随便问问。谢谢你的合作。不用客气。对了，你们是不是起诉周俊杰？其实我早已经猜到他是杀人凶手了。我不明白文芳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，把心都给了他，结果害死自己。警官，又是你啊！这次要问我什么呢？请进来，我给你沏杯茶。谢谢小姐，我想请问你，李文芳被杀那晚，就是9月18号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你在哪里？
我那天去了 YY 俱乐部健身。这么晚还可以健身吗？是啊，这家俱乐部24小时都开的。反正最近老是睡不好，就去做做运动，出一身汗回来睡觉睡得好了。你不信可以去查的，我每天都去的，那里的人一定认得我。是吗？啊，你们警方不是已经起诉靳杰了吗？你还要查什么？哦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。老实说，我觉得靳杰太傻了。不错，他是喜欢我，不必为了我杀死他老婆，而且还那么狠心在他的背后捅了几刀。你怎么知道死者背后中刀呢？我看报纸知道的，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写的。水开了。怎么样，钟毅？我到医院问过了，周医生在案发当晚正在医院做手术，所以应该不会是他。那黛西呢？在健身。健什么身？那么晚还去健身？哼，女人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。我们是警察。什么事啊，警官？请问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女人？哦，认得，黛西小姐嘛，她是这里的熟客。你记不记得9月18号，就是上个星期二的晚上，她有没有来过这里？有啊。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当然了，那天她一来呢，就跟人家争停车位。我真不明白，这里那么多车位她都不停，非要跟人家争那个车位不可，吵了半天，最后让她争到了。那个时候是几点钟？大约10点多钟。那他几点钟走的？哦，是半夜2点钟走的。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那天轮到我值班，他出来开车走的时候呢，说谢谢我帮他看着车子，给了我1000块打赏我。其实这里停了那么多车，我哪有空特别照顾他的车呢？不过他给我钱，我没有理由不收的，对不对？怎么看？我觉得他好像故意为自己制造时间证人似的。是有这种可能。还有一样最奇怪，这起居然知道李文芳是背部中刀致死。他怎么知道？他说看报知道的。他胡说，所有报纸只说李文芳身中多刀，我们根本没有向新闻界说过李文芳背部中刀的。除了警方，没有人知道。谁说没有？凶手知道。你说黛西是凶手？照这么说，当晚黛西10点多开车来了这里，跟着偷偷的溜去西贡凶案现场，杀死李文芳之后留下凶器交给周俊杰，跟着又回到这里叫醒管理员，使他做时间证人，简直天衣无缝。没有理由天衣无缝的，一定有破绽的。哎，Peter，高小姐，又来找张 Sir。是啊。他在开会，你进去坐一会儿好吗？好，谢谢你。哎，张子，你在这儿啊？喂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叫你都不理人。我跟你不是很熟啊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？你这么讨厌我？这就叫做虽无过犯，面目可憎喽。我的样子长得很讨厌吗？哎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？你们这些记者是不是都这么无聊啊？无聊有什么关系？最要紧是开心嘛。咦，呵，我的办公室今天这么热闹。燕 Sir，我是来请教你杀死李文芳那把凶刀的化验结果。今天我详细观察化验的程序，我发觉凶器有一点问题，刀锋上根本完整无缺，就跟新的一样，而且凶刀上面只有死者的血迹和疑凶的指纹。李文芳身中多刀，他的伤口大约有多深呢？全部都很深，有些甚至到了肋骨。燕 Sir，谢谢你。我看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。要不是我帮他，他怎么可能想得通？是呀，全世界最棒的就是你呀！哼，我可不稀罕做全世界最棒的人，我只想做你心中最棒的人。那非常抱歉，我心目中最棒的人不是你。哦，是谁呀？是我爸爸。唉，没理由那把凶刀插到肋骨那么多次，居然还完整无缺，没有崩口。还有，这个凶手没理由这么蠢，在行凶之后把凶刀放在附近的垃圾桶里，所以我怀疑一定有人栽赃下祸。是谁这么做呢？是周俊杰的情妇 Daisy。因为他知道周俊杰跟李文芳和好之后因妒成恨，所以就杀死李文芳嫁祸给周俊杰。还有那天目击证人认背影的时候，他说凶手的块头比较瘦小，而且穿了件很大的外套，那我就更加怀疑这个凶手应该是个女人。就说今天我问 Daisy 口供的时候，她居然不打自招，她知道李文芳是背部中刀致死。这件事呢，除了警方知道之外，只有凶手才知道，所以我很肯定杀死李文芳的凶手就是 Daisy。梅伦，我现在正式向你申请搜查令，我想搜查 Daisy 的家里。发生什么事啊，警官？Daisy 小姐，这张是搜查令，我们现在要搜查你的家。我犯什么法要搜查我家？我警告你们，搜归搜，不要弄坏我的东西啊！我怕你们赔不起。还有啊，手脚最好干净一点，要是我发觉东西不见的话，我一定会告你们的，管你是什么人。
大家仔细搜查。勇哥，我找到好多刀。勇哥，在里面搜到几套蓝西装，全带回去化验。勇哥，化验报告出来了，怎么说？没可疑。我们在 Daisy 家里收到的那些刀和衣服，都验不出有死者的血迹或者衣服的纤维。张大勇，你死心了。下个礼拜律政署就正式起诉周静杰，我希望你别再多事了。勇哥，怎么办？钟毅，你信不信 Daisy 是凶手？信，可是没证据。放心吧，狐狸迟早露出尾巴的。你们继续跟踪他。嗯。哇，你没有搞错，这么快？你以为我是孙悟空啊？喂，钟毅啊，我正想找你啊。什么？Daisy收拾行李想走？你想办法拦着他，我马上赶来啊！喂，你就这么就走了？Daisy 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别走，留在这里吧。我为什么不能走啊？你不要阻拦我，不然我要告你非法禁锢，妨碍我人身自由。Daisy 小姐，请你再等一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大叫非礼了。Daisy 小姐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一件谋杀案有关，请你现在跟我回警局。好，什么？又化验？张大勇啊，你自己数一数，化验了多少次了，都没有结果，你害得我这一组多没面子啊 Madam， 假如 Daisy 真是凶手，他杀人的时候身上一定会染到死者的血迹。上次我们搜不到染有血迹的衣物，很有可能他老早已经扔掉了。可是还有一个手表，通常人脱衣服之前都先把手表摘下来，而他手表的表带呢又是绒皮做的，真的血一干，很有可能看不出来。如果连他自己也没有发觉，也没扔掉的话呢，那这个手表就是唯一可以指证他杀人的证据。你每次都有你的理由，现在查案不是讲故事。总之这次不批准。我用我杀斩的职位担保，如果化验结果出来还是没有的话，我张大勇就引咎辞职。勇哥，我支持你。好吧，我再批准一次。Thank you, Madam。勇哥，你怎么这么肯定表带上有血迹呢？我不知道，是我的直觉。怎么样？化验报告出了没有？哎呀，当然没有啊，不然坐这儿等。勇哥，万一验不出血迹，你真的辞职不干了？喂，勇哥，怎么样？化验报告出来了，表带上面果然有死者李文芳的血迹啊！真的？注意！好棒啊，勇哥不会走了。好了，那这次呢，算你们走运。不过呢，别再动不动把证件拿出来说不干啊！警局好多事情你们不干谁干呢？Yes, Madam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行动吧！ Yes, Madam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，还不放我走？我赶着搭这班飞机的，要是我耽误了，你们是不是赔我损失啊？Daisy 小姐，请你合作点，需要放人我们自然会放，你吵翻了天也没用。不管那么多，我现在要走了。有什么事呢？跟我律师谈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走。坐回去。化验报告已经证实你的表带有李文芳的血迹，你怎么解释？是不是你杀死李文芳的？对啊，是我杀死他，他该死，他们两个都该死。我一直以为静杰最爱我，为了我，他杀死他老婆，没想到不是。他老婆死了之后，他反而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无缘无故提出跟我要分手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反而这么对我？莫非有第三者出现？于是我想起他有个朋友在西贡有栋村屋。第二天，我就去了村口等他，果然看到静杰出现。于是我就跟踪他，一直跟到村屋。
终于让我发现了，原来第三者就是他老婆。他老婆根本就没有死。他们布下这个分尸案，打算骗取保险金之后就远走高飞。当时我气疯了，原来我是他们之间的玩物。所以当我看到静杰搂着他老婆的时候，我就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。于是第二天，我约了静杰来我家，吃我们最后一顿分手晚餐。他一听到我愿意分手，他当然很高兴。那天晚上，我准备了一把新刀，要静杰帮我切蜜瓜，故意让他把指纹印在刀上。跟着第三天晚上，我首先去 YY 俱乐部为自己制造时间证人，然后我就偷偷的溜出来，故意穿上静杰的西装到村屋去。我一直等到静杰走了之后，我才去敲门。他老婆以为老公又回来了，很快就来开门。我很用力的踢开门，撞到他的头，然后摔倒在地上。当时他非常惊慌，他在地上爬啊爬啊，想爬到房里去。我举起刀从他的背后刺下去，我不停的刺他，一直刺到他死了不动为止。跟着我就拿出有静杰指纹的刀，涂上他老婆的血。后来我还故意让目击证人看到我穿着静杰的西装的背影，叫所有的人以为是静杰杀死他老婆的。然后我就把这把刀扔到附近的草地上，最后我就把凶刀和所有的证物扔到海里去，叫你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可惜你百密一疏，忘了把手表扔掉。走吧。你这个贱人杀死我老婆，我一定找你算账的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真以为自己是情圣？你是真心爱你老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伪君子，害完一个又一个，你才是真正杀你老婆的凶手！凶手！你真以为我喜欢你啊？我玩你啊，贱货！玩死你！你们有话留着上法庭再说。这份小梦带他们走。是。我老婆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老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让你坐一辈子牢。